费用呢，全部都是2个人的费用的，平均下来，一个人是花费了21,583台币。经过了2个多月的联播呢，我们土耳其的影片大概已经告一段落了。我会在这支影片跟大家介绍一下这12天整个行程规划以及花费。我们的行程规划呢，就可以先参考一下底下的这张图。其实只有走大概不到1/3个土耳其而已。第一天我们是先在机场领完车之后，大概10点的时候出发前往番红花城。那我们到番红花城的时候，已经约莫4、5点了，稍微简单的逛了一下番红花城。原本是还想要再继续朝安卡拉前进，不过因为前一晚搭飞机，加上舟车劳顿开了那么久的车，觉得也是够累的了。又加上番红花城感觉非常的美丽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在番红花这里住了一晚。那隔天呢，我们在番红花城再继续绕了一圈。早上的番红花城非常的棒，几乎是没有什么游客的。不过有一个麻烦就是店家也是几乎都还没有开门。那在番红花城这边结束之后，我们第2天前往首都安卡拉去。那在安卡拉这边呢，可以了解一下整个土耳其建国国父的一些历史，也可以到城堡上方去看看。这边简单的带过，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就直接抵达到卡帕多基亚。卡帕多基亚也是算是最期待的一个行程，在这边它就像是大型的月世界一样，会在这边住2晚。那这2晚呢，就刚好是安排了当地最有名的一个红线以及绿线的行程。第4天的时候，才是正式的出去绕整个卡帕多基亚。那在卡帕多基亚第1天，我们出去走行程之前，先去问一下热气球有没有飞。那很幸运的是，我们的前几天都是没有飞的。那我们问的隔天，刚好那一天是有飞。我们飞完的隔一天，热气球一样是没有飞的。就赶快把行程定下来，就开始走一下绿线行程。那在绿线行程这边，其实它整个路程是蛮遥远的，需要3、4个小时的车程。那我们就这样一路从天堂峡谷体验骆驼，再到最远的一个小村庄那边去看一下整个被基督徒迫害的一个村庄。这个都是在山上还是地下的一些村庄。那隔天早上先安排去做一下热气球，结束之后呢，再走一下红线的行程。如果你是只有在卡帕多基亚待1天的人，其实就可以安排红线的行程以及热气球就好了。红线的行程都是蛮集中的，大概半天就可以走完了。第6天，卡帕多基亚往西有一个比较少人知道的景点，那里是图兹盐湖，这里也有土耳其的天空之镜之称。在这边呢，大概30分钟到1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整个景点的拍摄。那这一天主要的目的地是到南方的科尼亚。那到科尼亚，在外围的时候还有一个世界遗址可以捡一下，它是可以参观一下旧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。结束之后，我们才进去科尼亚市区里面绕一绕。市区其实都还蛮集中的，市区我们大概1、2个小时就逛完了。那一样是在科尼亚住1晚，隔天早上再把还没有去过的景点再稍微走一走。第6天呢，就直接从科尼亚开往棉堡。我们在棉堡的时候安排了2晚，我觉得这是安排有点失策了。因为从科尼亚这边，其实还可以再往南方有一个安塔利亚的海港小镇，那边也是挺漂亮的。可是我把时间抓到了棉堡去，想说棉堡那边应该比较有看头一点，就省略了这边，是有点可惜一点。那我们第6天到棉堡的时候，其实也是下午的时间，那我就是在民宿的附近
顺便一提，这边的民宿呢，很多都是温泉民宿的，所以如果来到棉堡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温泉民宿。那在温泉民宿附近有一个小街，这边绕一绕啊，吃晚餐。我们的民宿的斜对面呢，还有一个泡脚池，非常的惬意，很漂亮。那刚好也搭上了日落，就在这边欣赏了日落。第7天，我们一大早呢就去看一下棉堡了。棉堡的这个地质，我们看到的这个雪白的地形，整个地形是非常的冰冷啊，一度走到脚都快要麻掉了。爬到它的顶端的温泉区，大概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。那在棉堡的上方是一大片的马蹄子，非常的漂亮。不过因为我们很早就出发了，大概1点左右，我们就已经把整个棉堡绕完了。那整个下午，因为我们还要在这边待一晚，所以我就回到我们的民宿去继续泡我的温泉了，没有任何的行程了。所以我才说，如果我们把这一天呢拿去安塔利亚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合适一点。第8天从棉堡这边退房之后呢，就一路开往西边玛利亚的故居。这个呢，我觉得是有点累一点。这个景点它光是门票加上停车费就要450里拉。走到里面，它就是一个小间的教堂，不到2分钟就又再走出来了，而且是不能拍照录影。我是觉得蛮坑的，如果你不是虔诚的信徒，有点不太值得。不过呢，它这边也是一处世界遗产。那我们从这边结束之后，再继续往伊斯麦，大概再开1个小时的车程而已。在伊斯麦这边呢，晚餐之前就可以把整个伊斯麦走完了。再来第9天伊斯麦退房之后，前往布尔萨这边呢，也是我临时加进来一个景点。原本这一天是要安排去特洛伊古城的，不过距离有点远，那又看到布尔萨这边好像比较有看头一点，后来我就临时改了行程。其实不用改也没有关系啦，因为我后面的伊斯坦堡我觉得也是多排了1天。如果照行程走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先去布尔萨，隔天再去特洛伊古城的。那在布尔萨这边呢，如果你在整个土耳其都还没有看过旋转舞的话，在这边有一个文化中心，它是可以免费欣赏这个旋转舞的仪式，每天晚上的时间7点都有。那在布尔萨这个小小的古城呢，它也是有许多的世界文化遗址可以让你去探索。我们在看完旋转舞之后，大概已经10点了，就赶快开车前往伊斯坦堡去那边 check in。我们的第10天呢，先去托卡比皇宫，然后再到伊斯坦堡的老城区，像是圣索菲亚清真寺啊、蓝色清真寺这一带，还有大巴扎最主要的区域。最后一天呢，其实没什么行程了，我就想说，不然就开车过去亚洲区那边看一看好了。漫步在伊斯坦堡港，因为妈妈的机票呢是在隔天，也就是第12天的凌晨的机票回台湾的，所以我们那天就在亚洲区那边待到了8、9点，我就赶快把妈妈送到去机场去 check in 了。隔天就自己再把伊斯坦堡的老城的一些主要的场景赶快补一下空拍。这就大概是我们这12天的行程。整个12天下来，就总结一下我们的费用好了。12天的租车是72里提，那油钱是4670里拉，总共开了3400公里。过路费是1511台币，住宿是705里拉加5156台币。12天的伙食是1338里拉，网路费是850里拉。纪念品我自己是买了147里拉，还有门票是2765里拉。上述我讲的这些费用呢，全部都是2个人的费用的，平均下来1个人是花费了21583台币。汇率的话，我们那时候是1.64。我觉得整个这样12天安排下来，自由行是算还蛮省的。我的机票是因为
会透过转机停留在土耳其的，所以我就没有把我的机票的费用算在里面。其实我觉得土耳其给我的感觉，人们都是非常的热情，他们看到我在拍影片啊，还会自己主动的跟我打招呼。目前我觉得物价也算是还蛮便宜的，不过慢慢的在调涨的趋势了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要来土耳其，赶快行动啊！而且现在已经是暑假旺季了，可能这一波又会再大涨一波，所以趁现在赶快来一趟。现在呢，我们是已经来到了爱尔兰了，刚刚走过来的这一条呢，就是我们车泊的地方，它是一个非常宁静的小河。那刚刚走过来一路看到非常的多船，那些看起来都像是跟我们一样，我们是露营车，他们是露营船，住在船上的，非常的惬意。那今天土耳其的行程规划介绍就到这边结束啦。下一支我们会带大家继续前往我们的克罗埃西亚的旅程。我们下支影片见喽！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Bye bye.